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。如果讓我用一個詞來形容我們今天的主角，我覺得是老戲骨。但是這個老戲骨今年其實還非常年輕，他就是00後小花中的實力派代表蔣依依。提到蔣依依，大家腦海裡浮現的可能是《美人心計》裡那個眼神犀利的小事兒，或者是《赘婿》裡扛着大刀的劉西瓜。從1歲進組到如今獨挑大梁，蔣依依的成長史簡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演藝圈進階教科書。今天我們就用10幾分鐘的時間，詳細聊聊這位國民閨女的演藝經歷、經典作品，以及她在綜藝裡不為人知的一面。我們要把時間倒回到2002年，那時候的蔣依依才1歲多，當時她的奶奶正好要把鄰居家的小孩抱去給導演拍廣告，結果陰差陽錯，導演一眼就相中了人群中的蔣依依。不為什麼，就因為這孩子不認生，鏡頭感特別好。就這樣，還在牙牙學語的蔣依依就開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在正式拍電視劇之前，她已經是廣告界的頂流了。不管是吃的、用的，還是兒童藥品，大家在電視上都能看到她的身影。據不完全統計，她童年時期拍攝的廣告多達100多條，是名副其實的廣告小公主。這種高強度的拍攝經歷，讓她練就了一個絕活，那就是說哭就哭，說笑就笑，完全不需要醞釀太久。這為她後來的演藝道路打下了極其扎實的基礎。2007年，6歲的蔣依依迎來了人生第1部電視劇《笑着活下去》，這也是她第一次讓全國觀眾記住了她的名字。她在劇裡飾演女主角豔陽的童年時期，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，應該記得有一場戲是小豔陽被母親遺棄在福利院門口。那場雨戲拍得非常辛苦，但蔣依依站在雨裡，那種被拋棄的無助、絕望，還有撕心裂肺的哭喊，瞬間就擊中了觀眾的心。當時很多劇組的工作人員都說，這孩子天生就是吃這碗飯的。憑借着這部劇的精彩表現，蔣依依徹底打開了戲路。接下來的幾年裡，她幾乎成為了娛樂圈的御用童年女主角。2010年，這對於蔣依依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一年，因為古裝大劇《美人心計》播出了。在這部劇裡，她面臨了一個巨大的挑戰，就是一人分飾2角。她既要演單純善良的童年王志，又要演那個身世淒慘、性格複雜的童年聶事兒。特別是聶事兒這個角色非常考驗演技。雖然年紀小，但蔣依依把事兒那種寄人籬下的那種小心翼翼，以及為了生存慢慢滋生出的心機和狠勁，拿捏得非常到位。有一個眼神鏡頭，至今都被很多剪輯博主拿來做素材。那個眼神裡的成熟和冷漠，完全不像一個幾歲的孩子。這部劇之後，蔣依依小戲骨的名號算是徹底打響了。隨後，她開啟了刷屏模式。她是《笑傲江湖》裡的童年任盈盈，是《蘭陵王》裡機靈可愛的童年楊學武，也是《大漢情緣之雲中歌》裡的童年雲歌。這裡必須得提一下2014年的《神鵰俠侶》，蔣依依在裡面飾演童年郭芙。大家都知道，郭芙這個角色在金庸筆下其實挺不討喜的，刁蠻任性。但是蔣依依演的小郭芙卻讓觀眾恨不起來。她把郭芙那種從小被寵壞的嬌氣，還有面對楊過時那種懵懂的少女情懷，演得非常靈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當時和她搭檔演小楊過的正是吳磊。這2個小童星的熒幕初吻雖然是借位拍攝，但在當時也引起了不小的話題，成了很多觀眾看着長大的熒幕 CP。隨着時間推移，蔣依依慢慢長大了。對於所有童星來說，青春期是一個非常尷尬的階段，演小孩太大，演大人太小。但蔣依依在這個階段選擇了幾部非常有突破性的作品。2015年，她在青春勵志劇《旋風少女》中飾演了來自韓國的元武道選手金敏珠。為了演好這個角色，蔣依依專門去學習了元武道。劇裡的金敏珠脾氣火爆，動不動就踢館，和蔣依依以往那種乖巧或者是苦情的形象反差極大。而且她在劇裡還需要說大量的带着口音的中文，那種傲嬌又好勝的感覺讓她圈粉無數。如果說旋風少女是小試牛刀，那麼2019年的帶着爸爸去留學就是她轉型的關鍵一戰。
在這部劇裡，她飾演的武丹丹是一個爭議非常大的角色。武丹丹經歷了父母隱瞞離婚，在這個陌生的國外環境裡，她變得歇斯底里，甚至有點作。當時劇播出的時候，武丹丹這個角色每一天都在被網友罵，但大家罵角色的同時，卻不得不承認蔣依依演得太好了。她把青春期那種敏感、帶刺、缺乏安全感的狀態演得淋漓盡致。對於一個演員來說，能把一個不討喜的角色演得讓人信服，這就是本事。這部劇也向行業證明了，蔣依依已經不再是那個只會演童年版的小女孩了，她可以駕馭性格複雜、有深度的獨立角色。也就是在同一年，蔣依依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，她推掉了大量的工作，專心備考，最終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中央戲劇學院。進入大學後，蔣依依明顯放慢了腳步。在如今這個流量為王的時代，很多年輕演员不敢停下來，怕被观众遺忘。但蔣依依選擇在學校裡沉澱自己，事實證明她的選擇是對的。2021年，一部《赘婿》橫空出世，蔣依依帶着她的新角色劉西瓜殺回來了，這可以說是她成年後最成功的一個角色。劉西瓜是霸刀營的統領，聽名字就知道不是一般人。他扛着一把大刀，性格豪爽仗義，是個典型的江湖兒女。但同時，他在面對男主角寧毅的時候，又會流露出少女的嬌羞和可愛。蔣依依在處理這個角色時非常鬆弛，她和郭麒麟的對手戲，那種兄弟情和朦朧愛情之間的界限拿捏得特別好。那個永遠護着寧毅的西瓜，成了很多觀眾心裡的意難平。劉西瓜這個角色的成功，讓大家看到了蔣依依身上極強的可塑性，她既可以是古裝美女，也可以是飒爽的俠女。除了電視劇，我們再來聊聊綜藝裡的蔣依依。如果你看過她在綜藝裡的表現，你會發現她私底下其實是個特別接地氣的鄰家女孩。比如在國民綜藝《奔跑吧》裡面，蔣依依作為飛行嘉賓表現得非常亮眼。大家原本以為她這種長相甜美的小女生會比較柔弱，結果她玩起遊戲來簡直是拼命三娘。在那一期節目裡，她有個外號叫怪力少女，搶東西撕名牌完全不輸給男生，而且全程沒有偶像包袱，笑得特別大聲。這種真實不做作的性格讓她路人緣爆棚。還有在《親愛的客棧》這檔節目裡，雖然她只是短暫的去幫忙，但她一直在默默幹活，不爭不搶，做事非常有條理。這些綜藝片段讓我們看到了除了角色光環之外，一個更加立體、更加鮮活的00後女孩。現在的蔣依依已經從中戲順利畢業，正式開啟了她作為全職演員的新階段。我們能看到她的戲路在不斷拓寬，比如在你的冬夜裡閃耀這部劇裡，她首次挑戰了奇幻愛情題材的女主角，飾演鄭達千。這個角色需要在平行時空裡穿梭，情感跨度很大，展現了她對都市情感劇的駕馭能力。而在待播的古裝劇《花間九人間月》裡，她也將帶來全新的造型和故事。回顧蔣依依這20多年的演藝生涯，真的很讓人感慨。她從那個在雨中哭泣的小女孩，長成了如今可以在熒幕上獨當一面的大女主。她沒有走流量路線，也沒有過度營銷，而是選擇了一條最踏實的路，用作品說話，用演技傍身。她身上有着老戏骨的經驗，卻依然保持着年輕人的朝氣和對表演的敬畏。我覺得這才是新生代演員該有的樣子。未來我們有理由相信蔣依依會帶給我們更多的驚喜，無論是在大熒幕還是小熒幕，屬於她的黃金時代才剛剛開始。好了，今天的節目就聊到這裡。你最喜歡蔣依依的哪一個角色呢？是讓人心疼的小事兒，還是霸气的劉西瓜？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。感謝大家的收看，我們下期再見。